不同于黄灯笼辣的狂野，珠三角地区的微微辣算是辣味里的小清新。桑基鱼塘的耕作模式，让顺德人仅凭数亩鱼塘便能烹饪出清淡可口而又变化多端的菜肴。但在顺德均安，竟然有一位以辣椒为主的手信，拌鱼而生，已有近100年的历史。向有打边炉习俗的顺德，每到冬季，煮上一锅清水，下去鱼片，再蘸上特有的辣椒饼，3、5好友围炉而食。席间气氛再添几分辣味，自有说不尽的写意。又香又滑，越食越想食。本地人黄连好是制作均安辣椒饼的好手。一大早，黄姨就約了鄰居去後院菜地採摘製作辣椒餅的配料。呢度係沙頭嗰啲鮮香㗎，你揾好多箭喎辣椒仔。夠住揾兩餐啦，唉。我翻去話。辣椒餅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晾曬，只有經過風乾和暴曬的辣椒餅，才能風味獨特，香味濃郁。呢啲未都係未夠乾㗎，呢啲8成啊！你話8成啫，對比我啲，我哋認為佢最多7成嘅啫。我啲乾到咁啊硬啊！阿姨間的爭執也是樂趣。小小的一枚辣椒餅，在翻身後繼續沐浴陽光，風乾後逐漸萃出獨特的香辣味兒。辣椒餅的製作相對簡單又好保存，本地的菜市場一年四季都有售賣。賣啊，都椒餅50蚊一斤。哦，50蚊一斤啊，好香喎！好香喎！每次買菜，黃姨和老公總要看看別人做的辣椒餅。順德的菜市場魚檔相對較多，斬魚高手更是隨處可見。遇到呢個蒸辣椒餅係嘛？蒸辣椒餅。係啊，有排骨有菜啦。一回家，黃姨先上天台，和別人家的姹紫嫣紅不同，這裡全是蔬菜帶來的綠意。我唔中意種花，我種要食得嘅。啲女就話我：你又唔食得幾多？你兩個老嘢。賢啊，你喊咩啊？所以我哋呢度啲人話：生女啊坐茶樓啊，生仔啊坐樹頭啊。黃姨生了2個女兒，都嫁在當地，本應做茶樓，但和大多數母親一樣閒不住，時常會做好飯，叫女兒外孫回家吃頓飯。一啲都好做嘅啫。蒸魚臉、蒸排骨，順德家常菜順手拈來，辣椒餅的加持，讓餐桌之上的鮮香更添幾分。和本土辣味不同，大型城市的辣是隨着人口的流動突破地域局限。1線城市最先被攻城略地，連一向推崇食材原味、講究清淡飲食的廣州，也有被紅潮淹沒之勢。似我哋嗰啲福到啦，係啊，啲燈籠啊，呢啲係廣東文化都會有嘅。李聰聰祖籍湖北，在廣州長大，大3就開始自己搗鼓生意。對廣州本地人越來越能吃辣的認知，讓他一畢業就決定開一家火鍋店。這已經是記不清第多少次的同行考察了。我發覺我啲乾冰啊，結住咗啲水啊。而因為嗰啲係食得到係新鮮嘅，底料唔鹹啊，最緊要。佢而家先開始出辣啦。
呢啲就係叫魔鬼辣，所以廣東人就係喺食呢方面就好勇敢，係啊，攞條命去試嘢。啲人開始啲辣椒。作為這間店的最小股東，聰聰負責起了籌備開業的工作。一早剛到現場，就遭遇到難題。哇！大概還要多久才弄得好啊？動不過來了怎麼辦？關鍵是現在沒有電，只能在旁邊，就是跟隔壁接點電是嗎？原計劃下午的試菜，全得看聰聰是否能協調到準點來電。哦，來電了！匆匆釋放天性沒幾秒，2天後開業的壓力又接踵而來，馬上要開始第一次試菜了。出品如何？3個人心裡都沒有底。這是印度辣椒，你們試一下這個是。覺得我們這弄一個可以選辣度的鍋底出來，對，可以嘗試一下我們這廣東的味道的。就是。你睇下雙11辣椒醬，廣東人買得最多嘅。川味火鍋來到廣州，最先考慮的是辣度問題。辣雖然足以壓制任何食材，但在廣州，它變得不那麼強勢。傳統火鍋的頭部食材，羊肉、毛肚、牛肉，地味堅挺，最能檢驗出品，是試菜的必選。但廣州不少火鍋店也會悄然加入各種海鮮，不同省份的地標美食投入到同一鍋底，經歷紅椒與各種香料的修煉之後，擁有了更飽滿的香氣。出品還算滿意，聰聰和團隊決定第2天就試營業。熙熙攘攘的北京路，琳琅滿目的美食，到底有多少路人願意來自己的店裡嘗辣嘗鮮呢？家人們，我們馬上準備開業了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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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剛打開大門，就有不少路人開始諮詢，如同對牛肉的幾分熟有不同喜好。廣州大部分食辣的餐館都有幾分辣作為選擇。辣的口味是不辣的，什麼辣？你不怕上火呀？帶廣東風味的川菜火鍋，不僅增加了甜品區，調味台也是南北碰撞。蠔油、沙茶醬這些廣東調料和芝麻醬、辣椒醬等奇妙的共生共存。就這樣，在新老闆、新店長、新員工的齊心運作下，火鍋店跌跌撞撞地開始營業了。出乎意料的是，這種微辣的火鍋店竟然同時吸引了全國各地不同口味的客人。準確地說，辣椒帶來的體驗並非一種味覺，而是一種疼痛感。神奇的是，它不但不會讓人抵觸，反而產生更為強烈的刺激和愉悅。也許會吃辣的人覺得會比不吃辣的人擁有多一半的食譜和快樂。好吃嗎？好吃的是鮮辣。看着客人們大快朵頤，本以為可以舒一口氣，總部一個電話通知，又讓聰聰急壞了。他拉着搭檔在路邊就討論了起來。今年又到春節啦，好多廠家又要放假，可能要臨時租間倉庫，存差唔多2個月嘅貨咁到。聽我哋之前預計嘅要多咗好多嘅費用，係只可以咁樣解決。想着又要增加一大筆的支出，聰聰有些煩心。趁下午休市，趕緊叫上店長盤賬。一個情況來說的話，我們一天最少要做到4萬5到5萬這樣的情況才是不會虧本的，就是每張桌最少要翻3次。是不是鋪租佔了大部分的？確實是挺貴的，現在年底招工也不好招，這個是目前最大的問題。22歲的聰聰就這樣不斷地面對問題，解決問題。開一間呢啲火鍋店，太多問題要處理啦，需要你突然間去解決。上面有發現有不會嗎？不會啊，裡面請。容不得感慨，緊張的晚市又開始了。今天的等位長龍讓聰聰開始擔心服務跟不上。突然，
他發現了一個熟悉的身影。今日真係冇諗到佢過嚟睇下。我最佩服我老豆一點都係最慘嗰陣，屋企啲房啊、車啊全部抵晒出去啦。咁樣佢都仲起到身嚟。要加油啊！啊，那肯定啦，每天都是在加油。無數像聰聰這樣的移民家庭就這樣在廣州扎了根。他們把自己的口味和當地口味調和一處，互補長短。新派辣椒飲食正是移民口味的大融合。聰聰和這個城市湧現的辣味一樣，在不斷調試中找到自己的存在。急速運轉的時代，湧現越來越多重口味的食客。隨着捍衛食物原味的老廣們日益失守，辣味飲食上演了一幕橫掃整個中國的大戲。平民身份的辣椒也憑借自己的天賦和努力，逆襲成為了美食界的主角。能夠提供辣味的食材還有很多，其中有一種活躍了2000年的香辛料，堪稱百搭之王。愛煲湯、愛蒸魚的老廣離不開薑這味去腥增味的家常佐料。尤其是家中正巧有媳婦兒坐月子，更是必備一包驅寒活血的豬腳薑，簡稱薑醋。位於廣東連州市東北部的星子鎮，海拔500米，土地肥沃，日照時間充足，溫差大的地理優勢非常適宜種植生薑。9月，地裡的生薑還未成熟，此時挖出的薑稱為子薑。為了嘗到子薑的滋味，何壽維夫婦正在地裡頭忙活。你看，这是不红啊，这个不红就不亮了。我们的姜就是黄姜，不是那个菜姜。现在腌起来吃最好吃。何寿伟家所在的冲头村，群山环抱，全村人都姓何。喝着同一座山流下的山泉水，有一口四方井专门拿来饮用。村民们喜欢在这里洗菜、衣服、拿家常。何寿维和往年一样，把刚收回来的子姜拿到这里清洗。他准备用子姜做2缸酸菜。此时的子姜还没有纤维化，辣度不高。当地人喜欢用它做成酸菜缸。我嫁俾我老公就年年都做啦。把蔬菜放到酸缸里浸泡至酸，子姜充当了重要的角色。凉白开中加入新鲜的豆角、红辣椒、姜梗，最重要的是放入子姜。秋冬丰收之后，干爽的天气下开始腌制。何寿维用力拍打子姜，姜的辛辣已被释放，同量辣椒碎和盐一起搅拌，加点自家酿制的米酒，最后封上盐，隔绝空气。子姜辣椒的风味在2个月后就能享用。冬至前后，姜叶长到齐腰高，泥土下的生姜成熟了。趁着天气晴朗，何寿维夫婦一大早便開始收姜。田離家4公里，種姜辛苦，習慣了每天往返，是因為看到自家田地，心裡才踏實。要走半個小時過來，你看從那邊走過來了。平時啊種下去，又要割草把它蓋上，這個草保濕，防止長雜草。姜塊藏在一顆顆翠綠的姜葉下，連根拔起，抖掉表面的泥土，除去枝葉，只留根部。
之前冇辣嘅，而家啲姜就辣的。有一点死了，就不能种了，就要种稻谷，有水，起码种稻谷种2年才种这个姜。如果像这里这样一颗都没死，可以种第2年。2人1天下来能收100斤生姜，徒步运去一个藏姜的好地方。姜还是老的辣，田地里的生姜如何蜕变成老姜？当地流传100年的方式便是窖藏。地窖要选在地势高、阴凉恒温的地方。何寿维夫妇来到自己家的洞窖，开始藏姜。洞口小，只能容得下1人。身手敏捷的何寿维很快下到了洞里，下姜的力气活交给老公。何叔用绳子把姜传到3米深的洞底。當時就見到有㗎啦嘛，家家戶戶都有啲姜多㗎就挖2個。窖藏必須保持生姜塊的完整和乾燥，如果食材有受傷，保存時間會大大下降。呢個地夠保存好嘛，冬天好暖嘅，夏天又好涼爽嘅。如果放喺屋企就好快冷嘅。個頭飽滿的新姜此時纖維較多，入窖存放50天後，重量會輕12%。水分蒸發後，嫩皮逐漸變成老皮，淡黃色變成黃棕色，姜的辛辣味也出來了。新姜由此變身老姜，價格也會翻倍。今天立冬，何寿维早早的回家做饭，邻居送来自家养的老母鸡，上1年的老姜定然是標配。老姜燉雞湯，雞肉斬塊，下鍋煸炒，下清水、姜片、紅棗、枸杞，猛火燉煮40分鐘，便是家常美味。做什麼菜都放一點都好吃啊，吃那個魚啊、雞啊。何寿维的子女在外地工作，过年才回来，带着2个孙女儿，自然不会落下孙女儿最爱的红糖番薯姜汤。加入姜片焖煮，待快熟时加入红糖，1碗温补的姜汤就大功告成了。2个月前腌制的酸缸当然也不会缺席。这是何寿维家最后一批自留的老姜，辛辣的来，既能调味，又具药用价值。要想再寻此味道，还需再等上1年。